金銀島，羅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。第一部，老海盜。第一章，本堡海軍上將客棧的老海狼。奉特里、勞尼鄉绅、利弗西醫生和其他幾位先生之命，我將從頭至尾記述這金銀島的全部故事，唯獨隱去該島的方位，只因那裡尚有寶藏未被發現。我於17年提筆，回憶起當年我父親經營本堡海軍上將客棧，以及那位臉龐黝黑、帶着刀疤的老水手首次投宿我們店裡的情景。我至今記得它，就仿佛是昨天發生的事。他步履蹣跚地走進客棧門，身後跟着一輛手推車，車上放着他的航海箱。他身材魁梧高大，體格結實，皮膚曬得黝黑。他那塗了焦油的發辮垂在他那件骯髒的藍色短上衣的肩上。他的雙手粗糙且布滿疤痕，指甲又黑又殘缺，一道馬刀劈出的傷疤橫貫他的臉頰，呈現出一種骯髒的死白色。我記得他環顧四周時吹着口哨，然後便唱起了那首他日後時常哼唱的老掉牙的船歌：15個好漢追尋死人鄉，喲呵呵，再來一瓶朗姆酒。他用一種又尖又陡的嗓音唱着歌，那聲音像是船上絞盤的拉桿磨礪出來的，又粗又啞。然後他用手中一根像撬棍的短棍敲了敲門，我父親應聲而出，他便粗聲粗氣地要了一杯朗姆酒。酒端上來後，他像個行家似的慢慢呷着，細細品味，同時不住地打量着小海灣的懸崖和我們客棧的招牌。這小海灣挺合我胃口，他終於開口說道：“這家客棧也挺稱我心。老兄，客人多嗎？”我父親告訴他，客人稀少，實在可惜。好吧，好吧，那人說道，我就在這兒落腳了。喂，夥計，他衝着推獨輪車的人喊道，過來，幫我把箱子搬上去，我要在這兒住一陣子。他繼續說，我是個簡單的人，朗姆酒、鹹肉和雞蛋就夠了，外加這個能讓我看到船隻出海的制高點。你們該怎麼稱呼我？你們可以叫我船長。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拿着，他補充道，隨手將3、4枚金幣扔在門檻上。這些用完了再告訴我。他神情兇狠，語氣專橫地說道。說實話，儘管他衣衫襤褸，言談粗俗，但他一點也不像個普通水手，倒更像個軍官或船長，習慣了發號施令，不聽話就動手。推車人告訴我們，頭天早上，公共馬車把他送到了皇家喬治客棧門口。他打聽了這沿海一帶有哪些客棧。當聽說我們這家客棧地處偏僻清靜，我想大概是這麼跟他描述的，便選中了這裡作為他的下榻之處。關於這位房客，我們所能打聽到的也就這麼多了。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，他整天在海灣附近轉悠，或帶着一架黃銅望遠鏡爬上懸崖。晚上，他會坐在客廳爐火邊，喝着兌水的烈朗姆酒。別人跟他說話，他極少搭理，只是猛地抬起頭，從鼻孔裡哼一聲，像霧笛似的。我們和那些常來客棧的人不久就都明白，最好別去招惹他。每天他散步回來，總要問路上有沒有水手經過。起初，我們以為他這麼問是想找些同類作伴，但日子久了，我們才明白，他其實是想躲開這些人。每當有水手，偶爾會有一些沿海岸公路前往布里斯托爾的過路水手，投宿本堡海軍上將客棧時，進客廳前，他總要先從門簾後面偷看一眼，而且只要有這類水手在場，他就必定會一聲不吭，像個啞巴。至少對我來說，他的舉動並無秘密可言，因為在某種程度上，我也分擔着他的不安。
有一天，他把我叫到一旁，許諾我每月第一天給1枚銀幣，條件是要我睜大眼睛，如果看到獨腿水手出現，就立刻去告訴他。往往到了月初我去領賞錢時，他只是輕蔑地瞟我一眼，從鼻子裡哼一聲作為答復。但是不出1個星期，他準會改變主意，把那枚4便士的銀幣給我，並再次叮囑我留神那個獨腿水手。不用說，這個人物如何在我夢中縈繞，在那些風雨交加的夜晚，當狂風從四面八方撼動小屋，海浪在海灣裡咆哮，衝擊着懸崖，我便會看見他以千百種不同的形態和猙獰的形態和猙獰的面目出現。有時他的腿在膝蓋處斷了，有時斷在胯部，有時他是個怪物，自始至終只有一條腿，而且長在身體正中央。夢見他跳躍着，飛奔着，在田野裡追趕我，跳過樹籬和溝渠，那是最可怕的噩夢了。說起來，我每月那枚4便士的銀幣就是靠這些可怕的幻象掙來的。然而，儘管獨腿水手的念頭讓我非常害怕，但說實話，跟認識他的其他人相比，船長本人反倒沒那麼讓我恐懼。有些晚上，他喝的兌水朗姆酒遠超他酒量所能承受的。那時，他有時會獨自坐在角落裡，只管唱他那些粗野古怪的海上老調，對誰也不理不睬。但有時他會請大家喝酒，並強迫那些戰戰兢兢的客人們聽他講故事，或跟着他一起唱歌。我常常聽到整棟房子都隨着喲呵呵，再來一瓶朗姆酒的歌聲而震動。客人們為了保全小命，生怕惹他注意，都扯着嗓子吼，一個賽過一個響。因為必須承認，船長一發脾氣，就成了世上最難纏的暴君之一。他會用手掌猛拍桌子，要大家安靜。別人問他問題，他會發火；別人不問他問題，他有時也會發火，認為大家沒在聽他說話。他也不許任何人離開客棧，直到他喝得酩酊大醉，睡意朦朧，才搖搖晃晃地回床上睡覺。他的故事最讓大家感到恐懼，那都是些駭人聽聞的故事，關於絞刑，關於逼着死囚走跳板，關於海上的暴風雨，關於托爾圖加海峽，關於西屬美洲大陸沿岸的蠻荒之地和瘋狂行徑。從他講的那些事來看，他這輩子肯定跟上帝允許在海上橫行的最兇殘的惡棍們為伍，而他講故事時用的那些粗話，也和他講的罪行一樣，讓我們這些淳樸的鄉下人聽了心驚肉跳。我父親總是說，這樣下去客棧非倒閉不可，因為人們很快就會不敢來了，免得受他欺負，然後提心吊膽地回家睡覺。但我認為，實際上他的存在對我認為，實際上對我們是有利的。人們當下雖然害怕，但事後回到家裡，又會慶幸自己曾經在場，因為這一切對他們平靜的鄉間生活來說都是極好的刺激。甚至有一群年輕人表示欽佩他，稱他為真正的海狼等等，還說正是像他這樣的人，才使得英格蘭在海上令人聞風喪膽。在某種程度上，這話沒錯，他的確差點讓我們破產。他在我們家一住，就是1個星期又1個星期，然後是1個月又1個月，以至於他欠下的房錢早已用光。而我父親卻始終沒膽量鼓起勇氣去催他多付些錢。如果父親偶爾提及此事，船長就會像公牛一樣噴着響鼻，簡直是怒吼，然後死死地盯着我可憐的父親，把他瞪得不得不離開房間。我見過父親幾次被他這樣粗暴地拒絕後搓着雙手的樣子，而且我相信他所承受的憂慮和恐懼，極大地促使了他過早地不幸離世。船長和我們住在一起的這段時間，除了從一個小販那裡買了幾雙襪子外，他的衣着沒有任何改變。有一天，
他帽子的一邊帽檐耷拉下來，之後就一直那樣戴着，儘管刮風時很不方便。我記得他的那件短上衣是他自己在樓上房間裡縫補的，最後簡直成了一堆補丁的集合體。他從不寫信，也從不收信。除了鄰居，他不和任何人說話，即使是鄰居，也只是在他喝朗姆酒喝醉了之後才搭理。至於那個航海大木箱，我們誰也沒見過他打開過。只有一次有人敢於和他作對，那是在臨近末了的時候，當時我可憐的父親已經被那場奪去他生命的疾病折磨得非常虛弱了。有一天，利弗西醫生下午來看望病人，吃了我母親準備的晚餐，然後便在客廳坐下抽煙斗，等村裡人把他的馬牽來，因為我們這家老客棧沒有馬廄。我跟在他身後。我記得醫生衣着整潔，性格開朗，戴着雪白的假髮，眼睛烏黑發亮，舉止文雅。這與那些粗魯的鄉下人，尤其與我們家那個骯髒、笨重、令人討厭的稻草人似的海盜形成了鮮明對比。那海盜當時已經喝得半醉，雙臂搭在桌上。突然，他也就是船長，又開始唱起他那首沒完沒了的歌。15個好漢追尋死人鄉，喲呵呵，再來一瓶朗姆酒。其餘的都讓酒和魔鬼給報銷了，喲呵呵，再來一瓶朗姆酒。起初，我以為死人鄉無非就是船長樓上房間裡的那個大箱子，在我的噩夢中，這個念頭總是和獨腿水手的形象交織在一起。但我們對這首歌早就習以為常了。那天晚上，除了利弗西醫生，這首歌對誰來說都不新鮮。我看得出，這歌聲並沒讓他感到愉快，只見他抬起頭來，帶着一絲惱怒的神情，然後繼續和老泰勒，也就是園丁，談論治療風濕病的新方法。與此同時，船長卻越唱越起勁，最後猛地一拍桌子。我們都知道，這是他要大家肅靜。大夥兒立刻鴉雀無聲，只有利弗西醫生照舊清晰溫和地談着話，不時吸一口煙斗。船長怒視着他，又拍了一下桌子，臉色更加難看。最後，他爆出一句咒罵，吼道：“安靜，那邊的水手艙！”“您是在對我說話嗎，先生？”醫生問道。當那個粗魯的船長又咒罵了一句，回答說正是。醫生這才接着說：“我只有一句話要告訴您，如果您再這樣喝朗姆酒，這世上很快就會少一個骯髒的無賴。”老家伙勃然大怒，他猛地跳起來，掏出一把水手用的彈簧刀，啪地打開，在手掌上掂量着，威脅要把醫生釘在牆上。醫生連動都沒動，他還是像剛才那樣，頭也不回，用同樣的聲調對船長說，只是聲音略微提高了一些，好讓房裡所有人都聽見，但語氣鎮定而堅定。如果您不立刻把那把刀子放回口袋，我以我的名譽擔保，下次巡回法庭開庭，你就會被送上絞刑架。接下來，兩人目光交鋒，互不相讓，但船長很快就示弱了，收起了武器，像條挨了揍的狗似的，嘟囔着坐下了。那麼，先生，醫生繼續說道，既然現在我知道我的轄區裡有你這麼個家伙，您可以放心，我會日夜派人盯着您。我不光是醫生，還是地方治安官，只要我聽到一丁點兒對您的控訴，哪怕只是像今晚這樣的粗魯行為，我就會採取有效措施，把您搜捕起來，趕出這一帶。話盡於此。不久，醫生的馬牽來了，他便離開了。但是那天晚上，以及接下來的許多個晚上，船長再也沒有鬧事。